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关心哦，这川普跟习近平到底会不会见面？好，现在几乎是已经确定了两人会见面的，而且就在韩国 APEC 的场边。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川普的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他来宣告说，这个川习将在30号 APEC 峰会的会议期间会晤，好说两人到时候会有机会缓和紧张的局势，那要防止的就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再次陷入一触即发的贸易战。好，川普当然也讲说，他认为会进行得非常顺利，而且他说每个人都会非常的高兴。好，真的是这样吗？到底两个人会谈什么呢？我们来听川普怎么说。The first question I'm going to be asking him about is fentanyl. I think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They want to put it on the list. It's on the list. It's one of the things we're talking about, and I'm putting it right at the front of the list. So they pay a very big penalty for doing that, and I don't think they want to be doing it.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at the end of next week, because I'll be meeting next week, as you know, along with we're stopping in Malaysia, we're stopping in South Korea, we're stopping in Japan.I'm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actually in South Korea. 好，川普自己讲说，芬太尼会列在优先谈论的清单。好，之前我们曾经也讲说，大豆应该也是川普想谈的，甚至台海议题有可能会在讨论的话题上面嘛。好，要来关注。但是呢，我们的驻美代表处则是也被问到这件事情，他就说跟美国的相关行政部门是保持密切的沟通。那于大雷甚至也说，没有迹象显示台湾会成为交易的对象。好，那现在终于敲定了嘛？但是大家就说了，可能会有两个状况，一个就是直觉外交，或者是缜密计算哦。到底这两个人这回能谈出什么呢？专家认为，川习会表面是重启对话，实质是美中两个内外交困的强权，在自信跟焦虑之间试探彼此的底线。双方都想赢，都觉得自己有优势，但这样就容易误判，导致擦枪走火。好，川习在10月底的会面确实是全球都关注的，因为牵动了非常多的事件。好，那现在美中贸易战也是你来我往哦。好，我们看到30号的川习会，那现在已经正式确定之后，结果美方出招哦，说随即要拟定启动的是对中301的调查。好，这就有被认为说是不是为了要增添谈判的筹码，再做一些出招的动作。纽约时报就说了，川普政府计划要对中国未能履行其在川普首任期签署的贸易协议当中承诺，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调查。好，这块调查最快就可能在24号宣布，不过目前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好，那中国对美国的晶片也有反倾销调查嘛，命令在37天之内要如实的填报机敏资讯。这是中国商务部所说的，说即日起必须要填写反倾销的调查问卷，那在37天之内如实填写，要提交准确完整的问卷跟答案。好，那日经则说，现在美中贸易的手法像是下围棋，好，但是中方擅长是长期布局。这是日经新闻评论员所说，他认为习近平现在下的是一个10年的棋局，但是川普只是玩当下的牌局。好，一个当然是要靠耐心来取胜，一个是靠气势赌博，真正的胜负还得看谁能撑到最后。好，那我们也会看到美国的稀土政策因为现在呢有可能这个稀土是两方一个决定的关键。那现在在马来西亚马上就有一个东协峰会何立峰，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他要在24号到27号前往马来西亚参加这个东协经贸峰会，那也会跟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来进行会面。所以大家就说这场会面其实就会被视为美中双方在稀土出口管制引发新一轮紧张之后的一个修补行动，那也会为下周也就是在南韩举行的美中领导峰
峰会来奠定一个基调。好，那美中现在的贸易代表要见面了。好，我们来看贝森特怎么说。他说，美国计划这一系列的软体出口控管，就是要防止美中之间无法暂停或是缓解稀土出口的一个管制所拟定的应变计划。也就是说呢，现在稀土管制谈判如果失败的话，美国财长已经认了，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反击。那这反击就在软体的出口管控。好，那现在稀土是中国大陆的底气，很多人说美国也在寻找这个替代的供应链。那中国用稀土卡了全球的喉咙，美国也希望用自主供应链来进行反制。所以最近呢，就有很多这个矿产公司已经入股了，美国这边已经入股了，然后计划要建立一个战略稀土储备，但是价格下限，而且又课关税，那短期之内依旧难摆脱依赖。所以纽时就说，川普要拓展美国稀土但是这样子的低价恐怕会影响民间的投资意愿那当然他们是希望说，这个业界希望政府除了投资，也必须要介入一些市场来提高价格，民间业者才有可能持续的有效来进行投资。好，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这川习会终于确定了，因为看到川普原本反反复复那现在应该是敲定了，才有办法用白宫新闻秘书出来宣布。好，但是到底会谈什么呢？我们先问亮哥。我觉得主要还是不想中断今天有传出一个新闻可是现在不能证实说中国大陆下大豆的订单126万吨可是不能证实其实这个数字也不大啦，因为阿根廷就150万，那美国去年大豆卖到中国大陆是2200万吨差很多。对啊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很清楚啦，这大豆又不是一次就下完，那如果美国再凹，那又停了。那目前美国传出的2个所谓的筹码其实都没什么用啦。那第一个就是要去查那个2019年中美那个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那中国大陆是不是有一些跳票这个中国大陆早就回答过了。我觉得贝森特真的都不去理解对方的意见了。中国大陆在2019年就回答过了，说你那一年对中国开展科技战嘛，所以你自己变卦，我就不执行了。因为美国是签了经贸协议之后才开始制裁华为嘛，那中国大陆那时候说你自己都变了，那我就不执行。所以这个其实非常清楚了，就是中国大陆的立场就是你要我执行2019年第一阶段那个经贸协议，那就全部都退到那个时间点。所以你对我加了科技战，全部都要取消。这个中国大陆不知道表达过多少次了，贝森特都假装没听到然后贝森特在那边幻想用软体要制裁中国大陆那是不是 iOS 也制裁一下，让中国的苹果手机不能卖？要不要制裁一下？安卓要不要制裁一下？因为中国大陆的小米手机 vivo 还是用安卓苹果是用 iOS 你要不要制裁一下？ Windows Office 要不要制裁一下？你如果制裁 Windows Office， 那中国大陆刚好就推自己的 WPS 你以为人家没有还有 EDA 那个半导体的制程软体，那个华为也有你就制裁嘛。而且软体，请问你怎么制裁？软体并不是一个商品它是可以下载的，所以是很容易作弊的啦。我的意思是这样，你贝森特有什么执行能力不过就代表说他可能真的没招了。他有招了，可是没什么用比如说飞机引擎，他不是讲过，那结果那个机就反对嘛。还有那个乙烷，他们也讲过那个是美国石化上游最完整的供应链，而且最大买家就中国，
你大概全世界占70%，50%几都卖给中国大陆，那你制裁了，你自己生意都不要做了。好，所以这美中的关系就很紧密嘛。那紧密到你看这个要进这个，它就会联动到自己，对不对，将军？我觉得根本这个会谈没有什么大的成果。问题是这个川普急着要一个头彩，所以为什么把芬太尼放在最前面呢？至少贼不空手嘛，我还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对，那这个大豆啊，就刚刚郑亮讲的没错，我觉得那个消息还可能没有。因为要打吧，就打到痛点上嘛。你要痛，就是让你的农民痛啊。所以这120吨，是不是美国释放出什么东西，中国才给你4个120吨？稀土那就不要谈了，稀土就顶多中国放好，拿来慢慢审批，那不要批到哪一年。所以这个问题啊，基本上是川普有求于习近平。所以为什么把芬太尼很早以前中国就答应可以弄嘛？对不对？可以管制嘛，可以减少出口嘛，所以他把芬太尼放第一个，大豆放第二个。那稀土他也知道谈不成，所以你想想看，在 APEC 里面能见面的时间也很少，是。那有关技术性的问题根本就没办法在这边谈，所以我讲这个是很浅的。那川普是急的，真的，我跟你讲，很早以前我就讲，中国是下围棋的，时间很长，布局很深。美国是下象棋的，一开头就要一个车马炮，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哈，美国号称说我这个软体禁止你香港的飞机都不要起飞了，天下大乱，对不对？那中国大陆说好啊，那 Apple 啊，所有软体统统不要搞嘛。所以你有兵来，他有将挡，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川普能获得的，他只是到处搂这个浮面上的成果。你像那个加沙走廊。眼看了又停，我很早讲停火是很不可靠的，现在又开始了，对不对？派了副总统赶快就为这个加强，他就要捞表面上的利益。你看，芬太尼也是一样嘛，表示我川普很伟大，对不对？你看关税我处处成功啊，韩国有投资，日本有投资，但是都没有定案，所以这个问题慢慢，川普的这个空虚的内容就会暴露。他扣是一定的，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你行不通嘛，你那中国的耐力比你强嘛，要脱钩姿态摆出来，你看你要不要血汗？那美国现在当然中国也不大陆很快就完全脱钩嘛，就是现在还有的谈，大家就看手上的武器跟筹码有多厉害，那打到谁的痛点？有人讲嘛，不见棺材不落泪嘛，不到黄河心不死，非要打到痛点上，他就让步。这个就跟一般人吵架打架是一样的。你不要看大国行为有多了不起，都是人性的扩大而已啊。川普现在搞的就是我们看到商场那一套嘛，拉高、降低、抬高、降低，就在玩这个把戏。所以芬太尼是最不值得一谈的东西，放为首相。对，他拿做优先的谈论的讨论话题。所以我讲目的就是贼不空手嘛，我跑老远一趟，什么都没捞到，我至少捞到芬太尼啊！我反毒成功，又打委内瑞拉，左边打中国的芬太尼。你不信？我先把预言放这里，你看美国的所有报纸，你看川普反毒成功，对吧？所以至少让他有政绩可以讲。好，教授。美中这个两大强权的这个贸易谈判、商务谈判，他们其实这一次展现出我说川普2.0展现出是一种，我觉得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啦。那中方这次也非常学习到所谓的战略忍耐跟以牙还牙，因为他在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中方是吃足苦头，所以坦白讲，我们总结大概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中国是被动反击，那第二任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现在主动掌握节奏。那我们从过去这4个在瑞士、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跟西班牙的贸易谈判可以看得起来，中方只要面对美方一出一招，他就立刻还一招。比方说以芬太尼来讲，芬太尼在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而且他就讲这都是中国出来的嘛，好，那所以他就在这个上面课中国20%的关税。那其实中国有在降低芬太尼的出口，他也知道说要跟川普做生意，你不能完全不给他一些好处嘛。所以要降低芬太尼出口，可是重点是
制造芬太尼的管制药品它被散出去了，而且它是散到了墨西哥里面。那我们知道墨西哥这个很多毒枭他们会从这个管制药品里面提炼芬太尼出来，再运回美国，因为美国市场很大，吃那个止痛药吃太多了，吃到很多人上瘾之后，他们会去拿这个东西。所以如果大家看那个《绝命毒师》有一部美剧就是在讲这方面。那芬太尼的问题，美国人说你中国必须要从源头控管，你不控管，我们还是要朝这个解决，这是一个。但是中方除了在芬太尼上面呢，它主要要求美国你要降低这个关税之外，它也要说你希望这个晶片控管你要降低不要再掐我们科技脖子。最重要还有一些实体清单美方也在实体清单上面加了很多中国的公司，你让我们非常难做生意。所以现在大概是卡在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是稀土，那稀土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中国也想留一点余地啦。其实我们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中国商务部曾经发布了，他说不止管制稀土，连稀土的这个制造方式，跟你只要第三国有稀土的成分只要0.1以上，他们都要禁所以他等于是把这个水龙头压得非常紧。那这一点，我觉得川普他们也是非常感冒，所以这在上面，我觉得两方的这个剑拔弩张，在稀土剑拔弩张的气氛是非常明显的。那那时候出现了李成钢的事情李成钢又在这个有点不礼貌然后中国就立刻汰换了李成钢这个商务部副部长。所以坦白来讲，其实美中都在一些特定的立场上会有一些坚持，但是呢，他们都没有想把话说死，重点是也不想要把气氛搞太僵。所以其实有一些人认为，我觉得有些在唱衰美中贸易或者美中交易，从美中第一次贸易战到第二次贸易战，总会说哇，美国大胜，中国大败。两方绝对不会有什么交易，甚至有人说美中贸易战第二次也是会一样。坦白讲我们这种看衰美中贸易战其实大可不必。另外我要再补充一点，刚才亮哥讲的，其实在第一次贸易战的尾声的时候，其实皮尔森国际研究所有指出，他说中国曾经答应要买的所有的大豆杂粮五谷杂粮都没有买齐，只大概买了65%，这么样买了60%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其实北京也讲啦，我还在买，我慢慢买，对不对？你们就开始要打科技战了。那如果你先违反这个程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在这个做这个大豆这个交易呢？所以我觉得美中贸易战它不能只用单方面我们讲非黑即白的看，我们还是看它是一个连续性美中互相出招的招数。我觉得这一次在 APEC 场边会谈，习跟川的整体的这个谈论的这个。我们不管气氛也好，或者他们有没有任何的共识，是我们要陆续观察接下来1-2年在美中之间贸易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个。好，川普2.0上台之后，很多人认为全球真的是乱哄哄一片那现在有人觉得川普的决定都是失败的。好，为什么呢？我们先从最近他的一个决策开始说起就是石油制裁。现在美国要制裁的是俄国的巨头所以国际油价就大涨了5%，成为4个月以来的最强。好，经济学家就认为说这次美国宣布对俄国家的这个石油公司制裁，其实针对的是俄国能源产业的一次重大升级行动，这会冲击到全球石油市场，在明年陷入一个供应短缺。好，那 CNN 也特别讲说其实现在呢，克宫已经相信说，这川普或许没有足够的胆识向莫斯科来进行施压，毕竟普京之前不是说成功说服这个撤回原本要威胁向基辅提供的战斧计划。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讲说这个川普要对俄罗斯进这个制裁嘛？但是普京老神在他耸肩说这个油价上涨其实美国你也不会好过啦。他是说普京的政策制裁是一个很不友善的行为，但是不会大幅的影响俄罗斯的经济，而且他还警告，如果这个供应急剧的下降，油价将会因此上涨，那很多的国家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包含美国，所以金价老神在又很淡定。好，那关税是不是也害惨美国经济呢？我们知道现在关税影响的层面已经浮现了，美国的玩具制造商重塑了供应链因为损失了数亿美元的利润，甚至美国出口管制的效应也已经浮现，应用材料宣布要裁员4%，所以这换算下来有超过1400人是饭碗不保，没有工作了。那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也示警说，后美国的秩序过渡期已经来临了，这会导致的是10年的混乱局面好，黄循财认为说，川普一直讲美国优先嘛，那但是这不是暂时的现象，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多边架构，那全球将迎来的是混乱的后美国秩序过渡期，而且他认为会长达10年。好，那我们要再关注到的就是现在美国的关税是不是也让很多的盟友非常的反感，甚至现在都不想跟美国当朋友了，因为非常的影响到嘛，像是德国，它现在跟中国大陆是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因为就是美国关税的政策反噬。好，我们看到内容是今年的1到8月，中国取代了美国，重新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那其中呢，中德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634亿欧元，好，略高于美德之间的1628亿欧元。那这变化主要原因就在美国现在重启了关税政策，导致德国对美国的出口下滑。好，所以这个川普的关税反倒是把跟德国之间的贸易额越变越小。好，那德国外长也将要访问中国，好，就是希望能够放宽这个稀土的管制那甚至还提到了我们台海好，德国外长瓦德福将在26号访问北京，那他就有讲到说，届时就会敦促中国要放宽对稀土以及半导体的出口限制。同时其实也要打算提及到货物经由台湾海峡自由流通的一个重要性。好，因为德国它蛮仰赖中国大陆的稀土，他们有汽车工业嘛。好，现在真的也被这个稀土的管制打到没有办法了，因此必须跟中国来打交道。好，那当然还有加拿大加拿大它比较特别，因为它就是美国邻国嘛。那后来这个川普不是常常拿着加拿大总理当州长这件事情来揶揄好，那现在加拿大是不是也不爽美国，所以要寻求跟中国大陆的交涉呢？好，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是希望能跟习近平来会面。好，那他也希望在什么期间呢？跟川普一样，在 APEC 期间要跟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希望能够借由这个部分来和缓跟中国贸易紧张的关系，那抵消美国关税的影响好，那加拿大总理也讲了一个很坦白的话，他说其实加拿大跟美国紧密的经济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了，两国关系永远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所以意味着加拿大的经济战略需要有重新的改变。好，我们来听一下加拿大总理怎么说。This decades-long process of an ever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over. And as a consequence, many of our former strengths as a country, former strengths more particularly as our economy, strengths based on close ties to America, have become our vulnerabilities. Our goal for Canada is to double our non-US export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decade, generating more than $300 billion more in trade, and that's new orders for Canadian resources, technologies, 好，其实卡尼讲得很强硬刚才亮哥也有最新讯息，我们等等请亮哥来补充。但是我们看到加拿大也说降低对美依赖，要提高对非美市场出口额1倍这加拿大也拟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说要在2035年之前提高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规模要达到1倍，要使贸易额净增2140亿美元。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卡尼是坚决要跟美国这个反向走了，所以是不是美国也做出了一些回应？我们先问亮哥。大概4个小时前，川普说他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停止。那主要的原因是安大略省登了一个广告，说共和党最伟大的总统雷根反对关税制裁，把他给惹毛了。他用雷根来对你说你根本就违反了共和党的传统，所以现在正式翻脸了。翻脸这个
奇怪，川普就不会对中国翻脸啊？所以柿子挑软的吃。我觉得坦白讲，加拿大是最没有条件跟美国翻脸的啦。对，加拿大的出口有75%到美国，75%，这个大概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国家啦。你极端依赖美国嘛，可是加拿大人的那个骨气啊，令人赞叹啊！他现在整个国内都是民族主义，而且到美国旅游大量减少，还有那个安大略省，它有一些特殊的产品啊，就不要买美国的东西，那美国就很头痛，抵制美国就对了。抵制美国很特殊的产品啊，比如说那个哈雷重型机车，不买。那哈雷在加拿大有相当大的市场啊，我只是举例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加拿大本来就美国最好的朋友嘛，你搞成这样，那简直莫名其妙啊！我觉得石油是这样啦，就看你能够撑多久了，因为已经很多次了那印度就在压力下就暂时不买，真的不买吗？能拖多久啊？因为你看嘛，你因为这样去限制那个俄罗斯的2大石油公司，所以油价就立刻涨了嘛。所以总的讲，俄罗斯出口的少，可是价格高了，所以它的损失搞不好没有很大就是说因为这个就要取决于2大买家嘛，中国大陆跟印度有没有停止嘛？那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停止的啦。那另外一个就是。那出口石油的国家有没有增加嘛？比如说伊朗，那你美国除非让伊朗把它的油都卖到国际上来啊，那这样俄罗斯就会比较惨可是并没有，就是他还是在制裁伊朗所以我认为这个要看川普撑多久了，那对俄罗斯才会有真正的伤害了可是中国大陆照样买。而且增加买，目前的状况，那美国敢制裁中国吗？比如说，他就威胁要制裁印度嘛，不是增加25%？那你敢不敢去征那个中国大陆买俄罗斯石油的关税？看来是没有了那至于很多国家在川普4月2号搞对等关税到现在。都逐渐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增加了。像中国大陆9月刚公布数字它跟美国的贸易少了27%，这减了很多跟中南美洲增加了56%。这个显然最明显就是巴西跟阿根廷嘛，就是大豆，那中国大陆跟欧洲增加了15%，那个跟非洲还有东协也增加了15%，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国家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都增加了，所以你刚刚讲到德国嘛，这个并不意外。对啊，毕竟要找其他的市场嘛，不能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将军，人家讲生命是自己找出路，我跟你讲，做生意比生命更会找出路。对，水银泻地，找钱的出路，找钱的出路，大家动脑筋啊。谁都要吃饭呢，每个国家都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啊，所以这个是必然的嘛。当初，你说刚刚亮哥举的例子很好，加拿大是这么依赖美国的，现在搞得那么翻脸，对不对？他当然要跟中国搞嘛，中国也是个大市场啊，你加拿大也有材料可以卖啊，所以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我跟你讲，川普这种搞法，天下大乱10年都不止，因为什么？你货不能长期流嘛。你加我，我加你，你搞我，我搞你，这个比打仗差不多了。1次大战、2次大战也打很久啊，经贸战争也不会打个3天2天的。这个东西看谁，我一再讲，谁是最后赢家，谁能咬牙撑到最后，谁就是赢家。这一点我绝对相信的。中国人的储蓄力，中国人的耐苦性，中国人的这个贫穷的抗击力，绝对比你美国人强。我们在美国看了太多了嘛。美国人军队训练的再好，打仗没有耐性的，时间一长，弃甲收兵的，
对不对？这个问题是民族性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谈商业技巧的问题，谈民族性你这个仗打下去打不久的。所以这个问题你现在只是在放空话，称他那一点优越感啊，美国强大，你只能欺负小孩那种小国家你很强大，碰到稍微像样一点的国家你就不强大。我们从战争就可以看出来了，打伊拉克他才准备68万人呢，他没有决心的把握，他不敢出手的。所以今天很多国家讲，哎呀，台湾海峡什么时候让你不过啊？打仗也就那几天嘛，对不对？你要台湾海峡东海岸过，还不是照过？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拿这个来说事儿，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问题，即使台湾海峡有问题的，中国也可以宣布，你只要挂哪一国籍的船，你照样过嘛。哎，海峡还是很宽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不是问题的问题都提在桌面上来谈，哎，什么台湾有事那有事，干你屁事，就是这样子。对啊，所以现在这个部分哦，全球就会非常的混乱。我们刚才也讲到，新加坡总理黄循才有讲说嘛，可能会导致10年混乱的局面。但我看到之后，我很担心是川普才做4年哦，居然会导致全球10年的混乱。哇，这个 trouble maker 可真大哦！他当1年，对，还没有到4年哦，所以现在这整个是乱哄哄的。我们来问教授，他下任也要余波荡漾很久哎。是啊，所以他这个后坐力非常的长。这样，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大家都受伤，没有人不受伤的，是没有赢家。我讲的，对啊，所以这个好，教授，川普把1年当4年在用，他很紧张，他没有耐心。1年当4年，所以他当4年就16年。好，那这样合理。对，所以我们大家会感受很多。加拿大很有趣，加拿大其实你靠东跟靠西都是很自由派的。那个 BC 啊，我们讲英属哥伦比亚省跟这个安大略省是属于很自由派的。中间什么萨克西万、但曼尼托巴哈、亚凡达那个是比较保守的区，所以 suppose 他们应该是左右两边都很讨厌川普啊，中间要喜欢川普才对，但没有，现在整个加拿大都很讨厌川普，这我要补充的。美国关税将盟友推走哈，我觉得除了这些盟友之外，我觉得台湾他可能没有推走，反而是我们政府还是紧紧的跟随在川普后面。美国华府跟最近的这些舆论对于台湾问题还是有很多的辩论，特别在22跟23号都有相关的文章出来，特别像《时代》杂志23号就讲了，赖清德是最危险的总统，最危险的领导人，叫美国要小心，会影响美国的利益。但在10月22号 ，Foreign Affairs 也又登了一篇文章，是完全相反的论调。这篇文章是由普雄叫 Murray Park， 还有 David Sachs 萨克斯。那 Murray Park 以前当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台湾事务主任，在早期是 AIT 的武官。那 David Sachs 这个小年轻人我们也都认识了，他是 Council of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Relations 的研究员啊。他早期跟他的老板写了一篇这个要把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我等一下会讲。这篇文章最主要讲是什么？他讲说台湾 is not for sale， 台湾是非卖品。感觉起来，我们的确没错，在美中大交易的时候，台湾不可以被边缘化、被出卖，没错嘛，对不对？可是他最主要里面的论调说，对于美中接下来的交易，如果美国就川普政府把台湾拿出来交易，这个犯了很严重的错误，除了是让向北京示什么示好，甚至示弱之外，它会让整个亚洲面临到很大的风险。他说，其实这篇文章主要在讲说，千错万错都是北京的错，因为你们的军事扩张、武力扩张，让这个整个地区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他说，就算台湾在这个最和平的时代，马英九时代，北京也对你军事扩张哦。他说，就那时候马英九时代军事都没有停过不要认为说马英九时代的时候是和平的，没有，北京还是加强了他们的军事上涨，军事那个预算的支出也是逐年增加。他也讲了，他说，蔡英文时代呢，1992年呢，蔡英文想要释出善意，可是呢，被北京打回票，说你没有完成答案卷，因为你没有达到什么的问题，所以就算蔡英文想要释出善意，北京也不买单。最后他说，川普最好不要去那个唱和北京，因为北京这一次在谈判的时候，希望川普能从不支持台独改成反对台独。他说，假如你讲出了反对台独，这个是改变了这个现状，变成一个战略清晰。好，我们来讲了。其实，在马英九时期，大家都知道那个两岸交流相当好。那共军飞燕中线是什么时候？除了1999年之外，下一次就2019年，是蔡英文执政时期。什么时候增加绕台军区次数最多？也是在民党时期。最重要的是，
你说这个蔡英文想释出善意，是因为你没有完成9·2共识答案卷，你根本没有把9·2共识放进去，但这也不能怪人。那这篇文章还在讲说要这个川普不可以这个最好不要啦，讲出反对台独这个话。其实 David Sacks 这篇文章，我觉得他是打了他自己的嘴巴，因为他早期就在讲美国要改变从战略模糊改成战略清晰，最好加强台湾一堆军备帮忙台湾。可是他现在又讲了，川普你不要再讲说什么这个反对台独什么，不要再破坏战略模糊。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我觉得他的因果导错跟整个论点非常的混乱但我不知道背景是什么了，他可能背后可能有人支持或什么，但是坦白来讲，现在华府的这些论调有些支持台湾的有些支持维持现状，有些认为说台湾要继续强化台湾的军备的，但也有一些认为说与中国大陆在较量的过程当中要把台湾守下来，会花美国很多力气，而且呢有可能会让美国赔上许多东西，那必须要慢慢看这个所谓的整个局势的演变。好，进广告。好，来带您关心的是中共的4中全会已经昨天闭幕了。好，我们看到有些讯息包含的是张升明升任的是军委副主席。好，所以大家就说他的升任可以视为是军中清洗行动的一个延续跟制度化。好，那在4中全会也通过了这份审查报告，象征军中的反腐正式完成了一个阶段的盘整。好，不过这个4中全会也追认开除了14人的党籍。BBC 说，这习近平上台之后，现在盘整已经有22位上将落马了。好，包含的就是何卫东他是近60年来首位在任遭清洗的军委副主席。好，那另外呢，习时代的3·1军成为了军队内部比较抢眼派系的一个标签。好，那当然现在中国解放军也是非常的快速的在做一些国防的部分，好像是呢他们首次测试的是电磁弹射器中国大陆076型的无人机航母在标进度当中，它叫做四川号的2栖突击舰已经完成了电磁弹射系统的首次测试，那它将正式的加入中方海军服役之前，这也是象征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碑。那甚至难上加难的联合发布的宣传片也释出了，我们看到了歼35还有运20等亮相这是中国南部战区发布的联合宣传片，有福建舰弹射战机的画面，还有空警600，还有歼20、歼35、运20等装备都是亮相所以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武器肌肉相当的厉害。好，但是在南海这边美中的角力也在持续因为现在呢，这个川普总统即将开始对亚洲这个外交之旅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华盛顿应该再重新调整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那有3个核心支柱，第一个就是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再来就是展示压倒性的军事实力要阻止在南海还有台海的行动，以及推动地区伙伴承担更多的防御责任所以将印太提升到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首位其实华盛顿面临了过度扩张中国关系的一个升级风险。好，那菲律宾这边则是揭示了中国的行径似乎有奏效，因为菲国的防队说北京不再是佛地魔他的意思就是说，多年前中国就像佛地魔一样，没有使馆敢点名批评揭露战略之后，其实美国还有发声力挺，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菲律宾这边的想法。好，但是中菲海警磋商希望能够减少在南海的冲突。这是南华早报报道说，为了控管南海有主权争议地区反复的爆发冲突，所以菲律宾正在跟中国的海警部门磋商，希望能够达到一些合作协议。好，我们还是要回到说中国大陆这边的4中全会落幕，大家很关注的当然就是军中的人事。我们先问将军，这个问题捉落了这么多上将，我认为这个叫做系统性的贪污。因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军中的贪污它是整个单位，不是你一个人贪，就是说你一个不贪把你干走了，你要想往上升，你就得送钱。所以前一阵子不是有的人说，习近平借此打击异己，偏偏这9个都是习近平自己提的，可见就是说
解放军军中贪污已经历来有之了。你像上次徐才厚了，这些家里挖出来的钞票都是成吨级的，就是说他们已经多少年以前就开始，你要升官，你要能够站得好的位置，你就要送钱，哪怕你现在不贪了，但是前面的记录还在。所以这个东西系统性的贪污，今天很难的。你在那个单位能爬到上将，你想想你前面会不送钱吗？所以这个问题一挖一大堆，但是也看出习近平肃贪的决心，包含他自己拉起来的人，他自己亲手提拔的9个，统统干掉。这对解放军来讲是个好事儿。军中一旦有贪腐成风的话，人才出不来，比钱财，比旁门左道。所以这个问题啊，打仗就有战功可以来续，不打仗就产生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你说军中有战功的、有才能的人，没有钱财，你上不来。所以上来的可能就是旁门左道的。所以我觉得，好像习近平讲过一句话嘛，这个贪腐不打的话，亡党亡国。因为什么？他们在当年发起的时候，井冈山上没什么好谈，因为都没钱。对，大家都没对，钱。那个时候凭着理想来干。现在当权力在手，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你说当初那个什么远海湾的厦门的，连海军在帮他走私，武警在帮他走私，就暴利嘛。另外还有人讲，哎，台商很有贡献，我要去批地啊，我就送钱，对不对？也启发他的发展。所以论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肃贪看肃到什么程度。今天讲良心话，养这么多军队，不是没有人才，看你怎么把。如果现在这个能够把肃贪打成功啊，对解放军是件好事。另外15的计划里面看出来，他将来的主体还是往从建设的愿景落实到执行，就是说，换句话说，他这个制造大国可能还要继续往下发展，另要拓展内销的、拓展外销的这个通路。换句话说，面对关税作战这么严峻的考验呢，他是已经全力以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主战场不是军事战场，是科技战场、经济战场，这才是攸关生死的问题。讲良心话，台湾是个岛嘛，你又不是条船划走了嘛，那随时要拿，他已经有这个实力去看世界局势的变化。但是目前他四中全会里面看出来还是和平统一，还在研究新的台湾方案，所以配合郑丽文的这个破冰之旅啊，我觉得是开一个很大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和平的气息在。好，接着问亮哥，这个张升明接军委会副主委嘛，他本身就是中央军委纪检的书记。所以苗华跟何卫东就是他办的。其实这样的人接军委会副主席啊，就意味着未来这个还是重点，还在数，还在看。所以，不过这个就是海外啦，一大堆谣传嘛。因为习近平有好几个嫡系都下台，那有些人就会乱传啊，说习近平被削权啊，干嘛啦？证明都是胡说八道。张友侠接位，证明都什么张友侠要接副主任、副主委啦，什么张春华要升上来，都是胡说八道哦。这个张春华好讲白了啦，要掌握中共的权力，你就是要掌握党权跟军权嘛。张春华这两个都没有经历啊，他是团派的，你怎么可能一下就升上来？这简直匪夷所思啊！然后台湾一大堆人那边传来传去，包括绿媒啊，然后说张友侠要来制衡习近平啊，还有说习近平病了，真是网络上这种太多了啦。结果今天定调就是张升明当中央军委副主席，表示纪检还是未来的基调了，对，他还是要继续办啊。就是坦白讲，军队贪污就很难作战了，对，这是事实嘛。
那中国这个体系啊，如果说那个党，你看习近平办了多少人？大概有几十万人哦，几十万人，对，因为他这个体系权力很集中嘛，所以就是很容易有人，就是很容易上下其手啦，哦，那军不是更容易？对，军是封闭的嘛，尤其是火箭军，对，秘密预算最多。那个帅将军，我跟你讲，这个张生民就是第2炮兵出身的，就是现在的火箭军。他是后来从第2炮兵，然后去做纪检，所以没有错啊，就是火箭军钱最多嘛。那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体制，坦白讲，每个领域都有贪污啦。哇，我去大陆，甚至进幼稚园都有贪污，那个好学校也有贪污啊，除非是联考的，那个就一翻两瞪眼。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在摸索啦。那这个张生民除了是纪检书记之外，他也是监察委员会的主席，那2个身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强调还是要肃贪，肃贪啊，肃贪是他未来还是一样的准则啊，重中之重。教授，手背朝外，相拥的手势。这个南海问题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以关注的，尤其菲律宾在小马可仕的这个整个那个亲美抗中，那我们可以看说，其实美菲日啊，在这个过去的南海议题上面，我们包括从黄岩岛事件到我们的仁爱礁Second Thomas Show， 还有中业岛事，其实美日想要把菲律宾紧紧抓住，特别在这个小马可时期，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所谓一个小迷你小三边，他们叫 JEFFERS， 把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缩写叫 JEFFERS， 在这个印太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特别在拜登时期，我要讲在拜登时期。那当然，这三方他们在做哪些？包括像日菲好了，他们要做这个所谓情报准入所以签署这 RA 双边准入协定要让这个军队可以互相部署共享之外，还有人道救援啊、装备使用啊，日菲都在做很多的这个合作。特别还有像是日本给菲律宾很多武器比方说海上监控雷达跟空中监控雷达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要看接下来这个新的这个女首相这个高市，他对于这个菲律宾甚至这个整体美日菲这个所谓小三边的一个看法。那当然美菲呢？美菲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我们讲有 EDCA， 还有这个所谓的5个军事基地让美军轮流使用那拜登时期他非常重视这个所谓 hub and spoke， 这个所谓轴服性体系。但川普时代他不要川普他现在对于这个东西他都感觉不太重视那这变成说美日菲这个所谓小三边安全体系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南海上面就下去个论调了，就说那中国已经不再像佛地魔，但我觉得这个有点一厢情愿，因为坦白讲，马可仕抗中的基调还是蛮明显的，亲美抗中还是蛮明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的，就是影响这个所谓的美日菲小三边还有最重要就是国内政治国内政治我刚才讲，除了川普跟高市之外，那那个小马可仕他接下来轮到换届要换总统了。那我们讲杜特地家族，特别是萨拉杜特地，他如果回来呢？如果他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的风云变色，美日菲这个所谓小三边JEFFERS 会进入到一个死胡同。特别是这个小三边，有人说往这个所谓的联盟的发展去走。我前几天在一些研讨会上有听到一些菲律宾学者讲，要往这个联盟方向强化联盟。